好，我是子旭。今天影片是来回答你们对 NUS 宿舍的所有疑问的，包括住宿舍压力吗？怎么选宿舍？因为 NUS 宿舍真的太多种了，所以前半段我会跟你们分享每个宿舍的差别，然后最后会谈谈我个人的经验啦，包括这个 COVID-19 的情况下，到底还值得住宿舍吗 ？Let's go。NUS 宿舍呢，主要就分成3种，第一个就是 Hall， 然后 Residential College RC， 还有 Student Residence。首先，我们先来谈谈 Hall。Hall 呢可以说是最便宜的选择啦，它的单人房呢每个月是500块新币这样，然后双人房就350新币。它最主要特点就是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CCA。你必须要去参加 Hall CCA 累积分数，那么呢达标的话，第2年才能继续住下去。因为呢Hall 通常会把一半的床位留给明年的 Freshie， 所以只有一半的 Seniors 能够留下来，所以是非常竞争的。大家通常都会参加4、5个 CCA 以上。然后 Hall 是没有冷气的，可是我个人呢是觉得不会太热，其实很凉啊。我的房间是很凉，可能它方位比较好，因为有些房间确实是很闷热。然后通常我也是会开大个窗口哦。然后如果你问我那个昆虫问题的话我是觉得还好啦，可能很少，就是偶尔会出现什么蟑螂、壁虎那种昆虫是我朋友房间出现啊。我的话很少，然后我通常会去帮别人抓，都是很正常啊，这种很偶尔的昆虫。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不能顶那个天气，真的很热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就是有些人会买风扇啊，大概30到50新币就有了。然后或者是你可以买冷气的装备这样子，然后冷气的话。所以是2手的话是大概200新币，然后1手的话就大概300新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啊，毕竟你要在这边4年呢，至少4年，而且你用了之后你还可以转卖给其他人。在饮食方面呢 ，NUS 宿舍是有强制性的包伙食的，然后1个学期的 meal plan 呢大概就是490新币，然后还会包你6天的早餐，还有6天的晚餐。所以如果你每餐都吃的话呢，就是一餐除到来才2块新币而已。是非常便宜，非常值得啦！外面是找不到这个价钱的。然后如果你想要很仔细的看每一餐长怎样的话，你可以看我这支视频哦，我有拍过。然后晚餐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会有菜饭哦，有时候是西餐，然后会有汤、甜点还有水果，蛮丰富啦，就很大份。Hall 的食物会比较注重 quantity 过于 quality 吧。那 NUS 总共有7个 Hall， 每个 Hall 呢都有自己靠近的 faculty， 还有自己的特色啦。那么呢 Cambridge Hall 还有 Shears Hall 就是最出名的 Cultural Hall， 然后那个 Cambridge Hall 也是当地公认呢是最难进到的 Hall 咯。他们2个就在隔壁，差不多连在一起了。然后他们非常靠近 Business School。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真的是完全是几步路就到了，面对面跟 Business School， 太震惊了，太靠近了，没有想到是那么靠近。所以他们最多就是 Business Student 哦，然后也走到 Computing 的话也是很靠近哦。然后他们的文化也是非常的相似，出名 Performing Arts 像 band 那些，然后我觉得他们的 Media Production 也是非常强，非常专业啦。还有呢，他们的房间是一样的设计的，然后这2个 Hall 也是唯一有电梯的，然后他们有些设备会比较新啊，像房间是比较新，然后还有 Study Room 啊、Lounge 啊，还有 Gym。然后这2个 Hall 因为比较出名的关系，所以它竞争也会更加大，所以需要 high commitment 哦，也会有比较多的 social life 还有 event， 比较精彩这样子哦。然后它这个2个 Hall 呢都是只有单人房而已，没有双人房的，所以也是我没有申请的原因啊。接下来 Yusof 和 Temasek 就是最出名的 sport Hall， 他们最靠近 FAST， 然后也靠近 Computing School、SDE 那些。然后他们的运动是最强的，他们每一年呢都是在争那个 IHG 的冠军，就是 Indoor Hall Game Hall 之间最大的运动赛事。所以那边会有很多国家级或者是学校代表的运动员进去，有一点体育背景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进得到。然后如果你想要进他们的 Sport CCA， 也是会有一定的选拔线，不过也不代表如果你不擅长运动就不能进啊，也是可以参加其他的 Cultural CCA 或者是 Committee。然后可是不过听说他们的分数是没有这样容易拿到的，所以每个人至少会有4、5个 CCA 以上。然后Yusof后门就是 Supper Stretch， 就是 NUS 最出名的宵夜天堂，所以吃宵夜啊吃东西非常的方便。
然后有时候和德玛西他们的房间设计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他们的双人房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是有隔开2个人的空间的，所以会有比较隐私哦。接下来就是我住的 King Edward 7 KE7， 那么呢它是最靠近 Faculty of Science 还有 Medicine 的，因为大门外面呢，你只要走下楼，走下88个阶梯，就马上到 Science 和 Medicine 了，所以就是最多 Science 的学生哦，然后也是会有其他 Faculty 学生像我，然后我们要去 Science 啊或者是 Medicine Library 都非常的方便，然后如果是 Science 的学生，你早上就不用太怕迟到，因为你只要走下楼就到了，就比巴士还快。然后这个 hall 是最古老、最早建立的，所以它有些设备像 lounge 啊、gym 不会很新，可是它有在翻新这很多东西，像厕所是新的，然后房间也是我觉得挺大啦，然后衣橱也是很大，是别人的2倍。然后 KE 也是出名 chill， 就是相对会比其他 hall 稍微轻松，因为可能其他 hall 大家都是很有 passion， 参加很多 CCAs， 那么就会把那个分数线拉得很高。在 KE 呢，你的 life 就会相对比较 balance， 因为它是算你 top 4的 CCA 分数，所以呢，通常我们也是会参加4、5个 CCA 啦。那么如果你其中一个 CCA 表现得不好，或者是你临时想要 drop 掉的话，也是至少还有4个稳稳的 CCA 打底。然后 KE 是建在山坡上的，所以还是出名楼梯。一开始我也是很担心，不过来过我觉得还好，就是还算合理，不会讲很多楼梯。而且好像那些很高楼的房间，像最高楼的7楼啊，我们是不用担心会拿到的，因为那些5、6、7楼哦，他们的 view 都很美，你可以看到对岸 West Coast 的海景，然后有什么日出日落啊，所以很多 senior 呢都会抢着要那些高楼的房间，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哦。在 KE 对面就是 BGBH 了。BGB Hall， 然后它以前是完全 under BGB Residence 的，之后有一些 block 呢就拆分出来变成现在的 BGBH， 所以它差别就是它有自己的 interest group， 然后它是最轻松的 hall， 因为它的 interest group 就是比较 low commitment 的 CCAs。然后你继续做方式也不是看你的 hall points 这样子去决定的，它是看你的 portfolio。BGBH 有电梯，然后你也是可以选要 aircon room 还是不要 aircon room。然后他们那是完全没有 hall meal 的，所以通常是自己煮，或者是底楼呢就2个大的 food court 给你选择。然后因为 KE 在对面而已嘛，所以 KE 你在 weekend 没有 hall meal 的时候，你吃东西也是非常方便，就只要走过去，走去对面就有东西吃了。KE 和 BGB 其中一个好处也是他们的位置非常方便，他们最靠近 MRT 就1站而已，然后他们离 Business School 也是只有1、2站的距离而已，非常靠近。最后一个就是 Raffles Hall， 它的后面就是 Engineering School 了，所以非常多的 Engine Student。然后它的特点也是还有位置非常的中心，非常的四通八达，所以呢去哪里都很靠近，而且你的4处都是各种读书的好去处，像 Central Library 啊、Music Library 啊、Engine School、U-Town 各种地方。然后 Raffles Hall 也是 known as 一个 Cultural Hall， 然后它的 CCA 的算法呢跟 KE 差不多一样，就是他们只是算 Top 4的 CCA 分数，然后剩下的一个总分呢，比如我参加可能6个 CCA 总分，就是全部是拿来去抢房间的。然后这2个 hall 也是有非常多的门生。那么第2种宿舍叫做 Residential College RC， 它之所以会叫 College 是因为呢，你是需要拿一些特定的课程的，不同的 RC 有不同的 program 还有课程，不过它同时可以替补掉一些你在学校的 GE 必修课。所以它是比较偏学术类型的宿舍啦。然后呢，只要你成功面试到的话呢，你就会有2年的 guarantee stay， 担保2年是有的在 campus 住的。所以你是需要比较早去申请的，因为需要面试那些，然后通常在3、4月就会截止申请了。之后你可以选要 aircon room 还是不要 aircon 的。不过它的房价会比 hall 贵，因为它的设备也是比较新、比较好，像 lounge 啊、study room、pantry 那些。都是比较美啦，就比较有高级公寓的感觉。然后他们也是有强制性包伙食，就是差不多2倍 hall 的价钱，一个学期的 meal plan 大概是900新币左右，所以它食物也会比较有 quality 哦。像他们会有一些甜点，我们不可能会有像什么 Magnum ice cream 那些，然后他们也是有很多档像 Asian 啊、Indian、Malay noodles 那些。然后在 RC 的 CCA 呢，就叫做 interest group， 就是没有算分的，主要是看个人兴趣参加，就是你要参加也可以，不要参加也可以，所以就是没有这样压力咯。地点方面呢，全部 RC 都是在 U-Town 里面的 ，U-Town 那一整片公寓哦，都是 RC 来的，然后 RC 也是有电梯哦。不过 U-Town 它是在 campus 的最上端的一个角落，最角落，所以你去起来 faculty 的话，就会可能比较远。
然后只有一个 RC 不是在 Utah 里面的，就是 RVRC， 它是红砖建筑物的 look， 然后好像是没有电梯的啦，然后不过它的位置就很方便哦。它对面啊就是那些 University Sports Center 啊、Health Center、Science Field 啊那些操场、那些跑道，然后它旁边也是 Faculty of Science， 所以吃东西啊也是非常方便，有 YH、Faculty of Science 那些。然后每个 RC 在文化和课程上也是有自己的特色，你们可以看这张图。最后一个就是最自由的 Student Residence， 有 Utah Residence， 还有 PGVR。他们就是纯粹的公寓而已，你没有一定要拿 program 课程或者是参加 CCAs 的。不过你可以去参加外面 NUS 的 CCAs， 然后最适合想要有私人空间的朋友们。No Residence 是完全没有包伙食，所以 Utah 的每个 unit 还有 PGVR 的每层楼都会有一个小厨房给你自己去煮。当然这两个地方他们那边就有2个大food court给你去打包食物或者是吃东西啊。在 Residence 的话，通常会比较多外国的学生，然后如果你是住 Hall 或 RC 的话，会比较多新加坡当地的朋友。然后呢，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是有2年的 Guarantee Stay 嘛。如果你 Year 3、Year 4想要继续住在 PGB 的话，你就需要去当个 custody 会比较有保障，好像去照顾你的楼层那些，同时也是可以获得28%的房租折扣。然后那边你会有自己的基本设施啊，像是篮球场啊，然后 gym 还有 study room。OK， 终于到分享 Hall Experience 的环节了。然后我做的是 King Edward Hall， 然后呢，我在今年Year 1其实是一开始参加8个 CCAs， 不过到最后我 drop 了2个，所以总共是6个啦。然后有3个是 committee， 就是比较 event planning 的 committee， 像是 Hall Affairs Board， 然后 External Relation Committee， 还有 Blockcom。然后第4个 committee 是管理 Hall 的 Instagram page， 然后还有多一个是 Floorball Sport，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Cultural CCAs 的 Videography Club。如果你问我做后会不会很压力、写很 heavy 的话，我的答案是，其实比想象中还好。因为一开始我很怕，也是怕压力，怕我没有东西可以参加，因为我什么都不 talented。然后到最后发现是，其实有很多 CCA 是看起来都是很有趣，然后我也是很感兴趣，所以参加了那么多。而且在我的话呢，各种 CCA 他们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比较有季节性，就可以 balance 到。好像如果你参 sport 的话，一定是 Sem 1会比较忙哦，因为它很多 sport training 啊都是集中在 Sem 1的。到 Sem 2呢，运动赛 IHG 过了之后，其实就几乎 Sem 2是没有什么 training 了，就比较轻松。然后如果你参加那种 dance 的话，好像 dance production 就是在 Sem 2举行的那些 event 的话，你可能就比较忙哦。然后以前听星爷讲，他们 Hall Experience 确实是非常非常忙碌的，可能 CCA 会忙到12点或更迟，然后凌晨才开始读书这样子，我听了都怕。然后其实来到我们这届，我觉得我们的 Hall Experience 是还是改变了很多，因为 COVID-19 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 COVID-19 它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减轻了我们 CCA 的负担吧。因为好像比如说那个 sport 呢，以前是在我的话，以前是1个星期至少2次 training， 然后现在的话就变成1个星期1次 training 而已，因为他们要让大家轮流去来限制人流那些。然后 committee 很多也是变成 Zoom meeting 而已，所以很多人就会 multitask 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是 head 的话，你当然会很忙很忙。然后如果你是普通 member 的话，其实是还好哦，你只要去分配好你的时间。然后如果你真的兼顾不到的话，你就不用参加就可以了，因为大学是没有人会逼你参加的，所以我觉得可以 give it a try 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是 COVID-19， 然后那么多网课了，还有必要住 hall 吗？一开始我也是问很多新加坡人朋友这个问题。然后除了距离的关系呢，大家通常给的答案就是为了来认识人啊，来 networking 那些哦。因为住 hall 真的是可以认识到非常多朋友，尤其是在这个非常难认识到朋友的网课时代，住 hall 真的是认识朋友最快一个方式。然后宿舍生活就是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然后我在 NUS 的第1个星期学会的第一个东西竟然是打麻将。那时候我的新加坡朋友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然后第一次玩就很幸运的赢了16块新币。好，我其中一个 CCA 是 External Relation Committee， 就是负责那种 NUS Open Day 啊，那种关于新生的活动啊。然后我们就合力跟我的团队完成了一支那个招生影片，所以我就 Oh my God， 我觉得非常意义重大，因为我以前是完全没有想过我可以完成一个这样的宣传影片的，所以就是会感觉这个 hall 呢是带着我、逼着我去成长了。在 hall 呢，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去体验到各种各样的球类，像 tennis 啊、squash 啊、captain ball。然后hall 就是一个很 vibrant、很热闹，让你忙碌到非常开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如果你是很喜欢群体生活，像我很喜欢跟我朋友住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虽然因为 COVID 多了很多 restriction，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住 hall 的吧，非常的 fulfilling。因为那个 restriction 它只是限制了一些非常大的群聚 party， 像你可能没有机会体验到一些典型的大型的 hall event， 可是你还是可以私下认识到非常多的朋友，体验到很多，因为 hall 就是一个非常 strong connection， 然后很容易去建立友谊。所以我还是会非常鼓励大家在Year 1去体验看看 hall 的，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Year 2还可以转去 BGPR。然后，不过如果你是比较 value personal time， 注重隐私，然后注重私人空间，喜欢安静，然后不想参加 CCA 的话，那么 Residence 就会比较适合你。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就直接 comment 就好了，我都会去reply你。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才可以第一时间最快的拿到 NUS 的资讯还有升学详情啦。我们下次见，拜拜。